神奇石板屋。哇，这里的石壁好特别哦！穆尼，还要多久才到山海部落啊？我们已经到了。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山海部落。打了盖！哇！莫妮，这些房子怎么黑黑的？好特别哦！这是我们排湾族的石板屋。哇！穆尼，大梅比样，阿姨杨阿婶，他们是我从飞水部落带来的朋友。我想带我的朋友去找吉娜。吉娜呢？太好了，终于可以见到女的门户了。谁会？肉不会跑掉啦。吉沃斯，你还在想刚刚去看莫尼雅亚的事啊？对呀，莫尼的雅亚好厉害哟！我们族人都说，我吉娜的力量就像雄鹰，她的优雅像蝴蝶，她的睿智像百步蛇。力量要像雄鹰，优雅像蝴蝶，睿智像百步蛇。好。吉沃斯，你拿那么多石板要做什么？多拿一点石板，烤更多肉，让大家都吃饱，我也能锻炼得更有力量。你拿的都是母石板，不能用来烤肉啦。还有分公母哦。烤肉用的公石板颜色比较黑，母石板颜色比较浅。为什么要这样分呢？对啊，为什么？我们先来看看公母石板的质地吧。母石板的质地比较松软，空隙比较多，所以遇到高温容易碎裂，能作为石板屋的垒墙材料。公石板的质地硬，会出现闪闪发光的光泽，除了用来烤肉，也能用来当成石板屋的屋顶、墙壁和支柱。石板可以烤肉，还可以盖房子，打了盖。还有更厉害的，我带你们去参观石板屋吧。石板屋真的是用石板叠起来的耶！它会不会倒啊？不会，这间石板屋是我夫妇的夫妇盖的，已经有好几百年了。每一片石板都很重要，都是让石板屋稳固的关键。石板屋夏天的时候很凉快，冬天的时候也不冷哦。石板屋这么神奇，我们在飞鼠部落也盖一间吧。可是我们部落没有石板，只有竹子和木头哎。
说的也是，我们部落都是竹屋跟木屋。这些陶器跟珠子都好特别哦。这是我们排湾族的三宝：陶壶、青铜刀，还有琉璃珠。温妮，这些琉璃珠好漂亮，我可以戴吗？当然可以，你可以体验一下。哇，吉瓦斯好漂亮哦！有没有变得比较优雅？吉瓦斯，你为什么讲话变得这么慢？难道没有像蝴蝶一样优雅吗？我吉娜的力量就像雄鹰，它的优雅像蝴蝶。吉瓦斯，原来你在学我的吉娜啊！你的雅雅是猛户，如果能像她一样聪明、有力量又优雅，我一定也能成为猛户。当妈妈扎尼兰很辛苦啦，真希望像你一样，从小就知道以后是猛户。我一直都很努力学到妈妈扎尼兰，不敢偷懒哦。白燕，他们怪怪的。刚刚吉瓦斯说想要盖石板屋，我们来试试看吧。穆尼、买卖一组，吉瓦斯和北惠一组，看看哪一组盖的小石板屋比较坚固，盖好的房子会交给奶奶测试。好，游戏开始。这是公石板，这是母石板。等等，应该是这样叠才对。叠起来还不是一样？我叠的石板跟吉瓦斯一样，我来想想不一样的盖法。我们盖好了，我们也盖好了，盖好了。我叠的石板比所有石板屋都整齐，一定会更加坚固。测试时间到。怎么会这样？穆尼，有个关于石板屋和百步蛇的传说，你听过吗？有，小时候夫妇和我们说过。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老人吹着鼻笛，一边想着如何有更好的屋子住，忽然间，巨大的百步蛇出现了。百步蛇对老人说：“仔细看我的鳞片，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巨大百步蛇的鳞片就跟石板一样，他们模仿百步蛇身上的鳞片，把石板堆砌起来，盖出第一座石板屋。难道百步蛇的传说和石板屋不会倒塌有关？当然喽，石板屋不需要泥土和铁钉也能稳固，是因为石板之间有很大的摩擦力。如果把两本书各自的书页一页一页的互相叠合，然后两个人一左一右的用力拉书本，就会发现用很大的力气还是没办法把书本分开。这是因为书页间的小摩擦力累积起来，就会形成很大的摩擦力。叠石板也是同样的原理，石板的重量及石材表面的摩擦力就足够让石板间更加稳固。你们有没有发现书本页面交叠的方式跟叠石墙的石板分布有点不同呢？这些石板都是交错叠上去的。没错，这就是石板屋不怕台风与地震的原因。
石板与石板的交界处是整个结构最脆弱的地方。如果石板是一排一排整齐叠上去的话，结构的弱点就会变得一致，整个石板屋就会容易被外力破坏而倾倒了。把石板交错叠上去，结构弱点就会分散。当强大的外力撞击交叠的石板时，外力也会分散，石板间不易摇动，结构就不容易倾倒。我懂了，要让石板屋稳固，就要靠石板间的摩擦力，还有让石板交错相叠。其实朋友之间就像石板一样，就算有点不愉快，只要互相了解、支持，友情就会越来越坚固。其实我有点羡慕菊袜子啦。你羡慕我？我想和你一样，常常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才想盖出不一样的石板屋。结果……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不用刻意模仿别人而忘了自己的优点。大家都有不一样的优点跟缺点，只要互相帮助，就能变成一群很厉害的朋友。哇！石板屋台风吹不坏，地震不会倒，还让你们和好，真是太神奇了！Sulawali, Sulawali, Sulawali.